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婆婆突然要来照顾我月子，这是很蹊跷。生大女儿时，公婆嫌弃是女孩，连来看一眼都没有。现在小女儿出生，却一反常态，不但坚持要来给我伺候月子，还先斩后奏，不经我同意，直接在我出院的当天就上了门。进门就嚷嚷着辞退月嫂，她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对我说：“孩子你就放心交给我，要那月嫂干啥？浪费钱。”当年结婚时的彩礼风波还历历在目，我心有余悸，遂委婉拒绝。月嫂是提前请好的，钱也已经付掉了，不好突然辞退。婆婆脖子一梗，斗志昂扬：“怕啥？他们敢不退咱钱，我就去找他们闹。”一个闹字把婆婆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更加不敢辞退月嫂，留下她，只能推出苏海洋挡枪。苏海洋显然也搞不定他妈，只能敷衍说：“除非月嫂自己要走，不然1分钱也拿不回来。”没想到这话竟然让婆婆找到了方向，她开始在家明里暗里挤兑月嫂，天天拿人家当丫头一样使唤。我说了婆婆几次，她却丝毫没有收敛。月嫂耐着性子忍了2天，最后架不住婆婆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还是走了。挤兑走月嫂，婆婆接手照顾我。开始她确实还算尽心，但这反而让我感觉很不适。我和婆婆关系并不好，和苏海洋结婚时，我1分钱彩礼也没要。她求婚时面带难色地告诉我，她家里很穷，没钱买房子，没钱给彩礼。因为爱她，我爽快答应了，不要彩礼，不要房子。当时我心中还洋溢着激荡和骄傲，觉得自己真正是嫁给了爱情。我以为婆家一定会被我的善解人意所感动，却不知道，原来被感动的只有我自己。我在他们眼里更像是一个笑话。婚礼当天，婆婆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得意洋洋对所有人诉说她儿子如何有本事，如何分文没花就娶回了我这个倒贴嫁妆的城里媳妇。围观的众人听了婆婆的话，都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，纷纷对我指指点点。我永远忘不了自己当时的狼狈和难堪。婆婆对我一点尊重都没有，完全无视我的好心。我不要彩礼成了她炫耀的笑话。那天，我强忍着到婚礼结束。婚礼一结束，就立马返回了上海。这些年，我和公婆关系只维持了表面的客气，实际上基本没有来往。虽然当初的阴影还在，但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对婆婆这次坚持来照顾二宝，我没有多说什么。一时间，家里气氛祥和安逸。苏海洋看着我们婆媳和睦，很高兴。他放心地接了出差的任务，走前嘱咐婆婆一定要照顾好我。然而苏海洋一走，我就发现了不对头。自从苏海洋不在家吃饭，我们家几乎顿顿青菜白饭，基本不见荤腥。苏海洋走之前买的猪蹄、母鸡、排骨，我婆婆一样也不拿出来做。开始第1天，我还以为婆婆是无心的，连续2天如此后，我确认婆婆是故意的。我先是好声好气和婆婆商量，还在喂奶的我很容易饿，希望她能荤素菜搭配，让我补充营养和能量。结果婆婆撇着嘴说：“你也不上班，也不赚钱，就在家喂个孩子，哪里就那么娇贵了？饿就多吃2碗饭，非要吃肉，那就是馋的。”我不想和婆婆正面起冲突，惹自己生气。毕竟我还在坐月子，生气对自己身体没什么好处。听到商量无果，我掏出手机，直接在网上订了搭配好的月子餐。外卖送到的时候，婆婆看小票上显示200多的价格，心疼的当场嚎叫：“我儿子咋娶了你这么个败家玩意？1顿饭200多！”
你这是吃穷我儿子啊！见我不接茬，婆婆气呼呼地给苏海洋打电话，哭天抹泪地说我不吃她做的饭，非要点外卖，就是看不起她，不尊重她。苏海洋转头就打电话质问我，我没有多说什么，把这2天婆婆给我做的饭菜照片全部发给她。苏海洋很尴尬，支支吾吾让我别和他妈一般见识，说老太太不是故意的，就是节俭一辈子习惯了。我懒得戳穿她的谎言。苏海洋在家时，我婆婆可从不节俭。我点了2天外卖后，婆婆心疼钱，耷拉着脸从冰箱里掏出鸡鸭鱼肉，开始按照我的要求做菜。虽然婆婆脸色难看，但手艺还是不错的，眼见菜色可口，我自然也就不再点外卖。那天我有点堵奶，人很不舒服，我想找个开奶师过来通一下乳腺。婆婆抢着说她老家有个土方子，不下奶喝了立马就好。我有点怀疑这方子的科学性，但婆婆反复念叨说偏方治大病，还举例说明村里多少人都是喝这个就好了。这几天为了外卖的事，我和婆婆的关系降至冰点，在家几乎一句话也不说。此刻见她如此热情主动，我也不想把家里的气氛搞糟。想着她对我虽然有点小气和算计，但应该也不至于害我，便决定按她的建议先试试看。那汤味道怪怪的，我捏着鼻子忍着喝了下去。没想到当天晚上，堵奶不但没有任何缓解，我还发起了高烧。我想起身拿条冷毛巾降温，结果烧得厉害，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只能喊睡在隔壁的婆婆。婆婆老半天才极不耐烦地去卫生间拿了一条毛巾扔给我，冰冰凉凉的毛巾一盖上额头，我立马感觉舒服了很多。我又让她帮我打了一盆水放在床头，方便我用冷水冲洗毛巾。虽然她嘴里一直嘟嘟囔囔地说我事多，但我还是很感激她，毕竟她还是照顾了我。第2天一早起来，我看到了床头盆子里乌黑浑浊的水，心里一惊，再拿下昨晚敷在我额头的布一看，脏兮兮黑乎乎的一条破布，瞬间就明白了，婆婆拿的是地上的抹布。昨天我高烧，昏昏沉沉的，没有闻到味道，现在清醒过来，抹布那刺激难闻的味道直冲我脑门，我没忍住，连吐带呕，眼泪也吧嗒吧嗒地掉下来。我拿着抹布冲出去问婆婆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婆婆眼睛一瞥，满不在乎地说，大晚上看不清，不小心拿错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家的毛巾是在墙上挂着的，这块抹布是擦地的，一直堆在地上，怎么可能拿错？面对我的质问，婆婆掩饰不下去了，她白我一眼说，谁让你给我儿子告状的，还挑唆我儿子不和我一条心。哼，我就是故意恶心你的，你能怎么样？我气得浑身哆嗦，指着他鼻子让他马上走。他笑容有些得意，我才不走，我现在走了，我儿肯定得怪我。我哭着给苏海洋打电话，苏海洋当天急匆匆的就赶了回来。没想到婆婆恶人先告状，不但不肯承认白天她说的话，还抹着眼泪说她真不是故意的，说她头天把抹布洗干净和毛巾挂在了一起，所以才拿错了。我恨她的两面三刀和颠倒是非，坚持让她走。苏海洋开始还耐心哄我，后来有些不高兴，就为这么点事，值得吗？就算我妈她拿错了，又不是死罪，你至于这么不依不饶的吗？我冷静下来，想了下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，继续闹下也没什么意义，只能忍气闭了嘴。第2天，我背着苏海洋和婆婆在网上买了2个摄像头，并趁着婆婆出去买菜的功夫，装在了客厅和厨房的隐蔽处。
这2个地方是婆婆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。又过了几天，我陪着小宝在卧室睡午觉，忽然闻到一股糊锅的味道，我赶紧起来跑到厨房，厨房里已经浓烟一片。我连声咳嗽着冲到煤气灶前，煤气灶正开着大火，我迅速关掉火，打开窗，等烟雾散去，我去看炉子上的锅，锅子黑漆漆一片，早就烧裂了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我睡得太死，火又烧起来，简直不敢细想。我颤抖着手给婆婆打电话，问她在哪，她说自己在外面遛弯，一会回去。我问她厨房里煮了什么，她恍然大悟，一般说自己烧了一锅水，忘记关火了，还装模作样嘱咐我赶紧关掉。我家有自动饮水机，从来不会用锅烧水。我挂断电话，调出监控，看到婆婆给锅子倒了一点点水以后，就打开了炉灶，那水也就堪堪盖过锅底，但她却把火开到最大，嘴里恶狠狠地念叨着：生了2个丫头片子还敢作妖，挑唆我儿不听我话，看我不烧死你。看着视频里婆婆凶狠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汗毛倒竖，尖叫出声。当苏海洋赶回家，看着被烟雾熏黑的厨房和那个黑漆漆的锅时，婆婆还想抵赖：我确实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年纪大了容易忘事。苏海洋想替他妈说话，我抢先一步说：妈，您为啥突然用壶烧水？家里不是有饮水机吗？婆婆争辩：洗碗池里油乎乎的，不好洗。我想着烧点开水烫烫好去油。我盯着她问：您既然在炉灶上烧了水，怎么又跑出去遛弯？这是有多危险？您不是不知道，您敢说自己不是诚心的？婆婆无言以对，突然就地一躺，开始撒泼耍横。哎呀，这咋干活还干出错来了？我就是年纪大，忘性也大，转头把烧水的事给忘了。王倩，你要是容不下我，想赶我走就明说，不用拐弯抹角的抹黑我。苏海洋急了，转头就骂我：王倩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妈又不是故意的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，赶紧给我妈道歉。我冷眼看着眼前唱作俱佳的婆婆，加重语气问了一句：如果我能证明你就是故意的呢？婆婆嘴巴嗫嚅了2下，突然咬牙切齿，举手发誓，头顶3尺有神明，我要真是故意的，以后不得好死。要说这种诅咒的誓言，还真不好乱发。婆婆日后的悲剧就真的应验了那时的毒誓。我当时立马制止她：您可别发这种毒誓，您就告诉我，如果您要真是故意的，咱们日后还怎么相处吧。婆婆脸涨得通红，指着我鼻子喊：我要故意的，立马就收拾包袱走人。我知道，就算我证据确凿，我也不可能真去告婆婆故意杀人，除非我打算和苏海洋离婚。目前最好的结果，也就是送走婆婆这尊瘟神。所以当听到我想要的结果以后，我再没有废话，直接把监控录像放了出来。苏海洋看完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，气得浑身哆嗦。他对着婆婆怒吼：妈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多危险，真会出人命的。婆婆脸色一白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神情颓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当天婆婆就被苏海洋送回了老家。送走婆婆以后，我们一家4口的小日子过得平淡温馨。没想到这份平静很快被打破。那天公公打来电话，说自己不舒服，想来上海检查身体。苏海洋一口答应。公婆很快来了上海。他们来了以后，苏海洋却说自己刚接了一个新项目，没空陪他们，陪公公看病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头上。婆婆丝毫没有因为上次的事有一丝愧疚和不好意思，反而看着我阴阳怪气地说：海洋忙着咧，
这么些年全靠他一个人挣钱养着。王倩在家闲着也是没事，就陪我们去看病呗。我很憋屈，但也知道和婆婆这种人争辩是毫无意义的。第二天，我把大宝送到学校，小宝绑在安全座椅上，然后带着公婆去检查。公婆什么也不懂，我又不放心把女儿交给他们，只能自己一个人抱着孩子跑上跑下地挂号、排队找医生。原以为公公说的不舒服是老毛病，没想到一番检查下来，他竟然是尿毒症。当晚一家人坐在餐桌前，苏海洋拍着桌子，坚定表态：一定要治，就在上海治，钱的事不用你们担心，我来出。我欲言又止，我不是心疼钱，也知道人命大过天，但尿毒症和其他病不同，需要不停地做透析。透析一是需要大笔的费用，二是要牵扯很大的精力。我有2个孩子要照顾，这天长日久的透析，谁陪他们去？避开公婆。我对苏海洋说出了自己的担心，苏海洋却毫不在意地说：手头这个项目做完，我至少可以拿几10万的奖金，治病的钱不就有了吗？透析又不是天天做，到时候你抽时间陪着他们去不就好了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对他说：你知道我一直想重回职场，之前大宝因为没人带才不得已全职，但现在大宝读书了，我妈也答应下半年退休后过来帮忙带小宝。所以苏海洋大手一挥：你就算找到工作，工资也没多少钱，还是安心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吧。我据理力争，表示自己不想再做家庭主妇。苏海洋很不高兴，言辞拒绝了我重回职场的要求。他说他现在是职业上升期，再完成2个项目就有很大希望升职副院长，希望我不要在这个时候扯他后腿，还说孩子们离不开妈妈的照顾。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爸妈什么也不懂，如果我不管，他爸根本没办法去医院透析。不得已，我只能牺牲自己，继续全职。这以后，我带公公去做透析，简直成了家常便饭，每周3次，每次4、5个小时，雷打不动都是我全程陪着。医生都夸我这样孝顺的女儿不多见。得知我是儿媳妇时，人家惊讶的嘴巴都张大了，问我怎么从没见过我老公。我只能苦笑，坚持透析了大半年，公公最终还是撒手人寰，婆婆表现得伤心欲绝。回家办丧事时，反复对着苏海洋念叨说，在老家看到熟悉场景就想起公公，心里难受。苏海洋是个孝子，为了不让他妈难受，他表示办完丧事后会带着婆婆一起回上海生活。我知道婆婆为什么想回上海，小儿子苏海河是个混不吝，不像苏海洋那么听婆婆的话。小儿媳妇张丽泼辣不讲理，和婆婆有得一拼。这次回来办丧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上次婆婆突然要去上海给我伺候月子，就是因为和张丽动了手，没办法才去了我们家。婆婆在上海，日子可比在老家舒服多了。回上海前一天，苏海洋突然问我，上海转学怎么办？我觉得有些莫名，大宝学校挺好的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转学？结果苏海洋告诉我，是苏海洋弟弟的儿子程程想转到上海来读书的。我吃了一惊，问苏海洋，苏程为什么突然要去上海读书？苏海洋皱着眉头说，农村教育不行，想把程程带到上海去读书。我下意识地问了句，这是谁的想法？海河和张丽都同意。苏海洋面色迟疑，是我妈和海河的想法。张丽有点舍不得孩子，但我觉这是为了程程的未来着想，是好事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脑子里快速盘算着要怎么处理这事。
我和苏海洋不是苏成的父母，怎么可能负担他的未来？这是肯定不能答应。但如何和苏海洋说是个问题。苏海洋有很重的家族观念，因为我们经济条件比他弟弟优越，所以他一直觉得无条件帮扶弟弟是他的责任。只要转学这事能实际操作，我相信他是真能干出来。我想了下，翻出上海的上学政策，告诉苏海洋，想在上海读书，要么是上海户口，要么在上海有房子、有积分。而显然苏成这些条件都不符合。苏海洋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能转学就办借读吗？”我忍不住蹙眉，说：“你想得太简单了，没有户口和积分是不能参加中高考的。而且上海用的是沪教版教材，和你们这里不同。如果苏成在上海借读，以后中考高还是要回去考。可教材不同，会影响考试成绩，对孩子的前途反而更加不利。”一旁鬼鬼祟祟躲着的婆婆此时跳了出来：“户口这事简单，就让程程落在你们家嘛，不就能读书了？”好在上海的户口政策，苏海洋还是很清楚的。这次没用我多说什么，苏海洋就自己给婆婆解释了不可能，婆婆这才悻悻闭了嘴。我以为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，可婆婆还不死心。回上海后，她在小区里到处找人打听苏成上学的事。本来我也懒得搭理她，没想到她竟然做出了触及我底线的事。自从回上海，婆婆就对大宝变得异常热情，主动提出每天接送，而且一有空就跑到大宝房间里待着。我好几次路过大宝房门口，都能听到婆婆对着大宝嘀嘀咕咕说个不停。我觉得有些蹊跷，就问大宝奶奶和她聊什么。大宝一脸天真地告诉我说，奶奶说家里有什么好事都要先想着程程哥哥，因为程程哥哥是苏家唯一的男孩，男孩比女孩要重要。我一愣，问他奶奶还说啥了。大宝歪着头说，奶奶还说要带我回老家念书，换程程哥哥来上海读书。可是妈妈，我不想回去，我想和你、爸爸、妹妹在一起。我赶紧把大宝搂进怀里，宝贝，你就在这里读书，哪里也不去。男孩和女孩是一样的，你和妹妹也都是爸妈的宝贝，安抚好大宝。我心里恨得全身发冷，整个人都忍不住有些抖。原来婆婆竟是打的这个主意，让大宝回老家，让苏成来顶替大宝上学的名额。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，我用了很久才平复了心情。第二天，我找准机会主动和婆婆聊天：“妈，程程最近没给你电话，那可真是个好孩子，一直惦记着你，不枉你带大他。”婆婆见我主动提苏成，当即眼神一亮，立马接话：“那可不是，我孙子啊，最听我的话，又懂事又孝顺。”我顺着他的话恭维：“以后程程有出息了，您可就要享福了。”婆婆偷偷瞄了我一眼，试探地说：“你说就那乡下地方，哪里有什么好学校？程程怕是要给耽误了。”我点点头：“程程是个聪明孩子，可不能给耽误了。”婆婆来了兴致：“倩倩呐，还是你懂道理。你说，程程是咱苏家唯一的男娃，是不是该让他来上海念书？”我一笑，不置可否。这事也不是我说了算的，人家张丽舍不得儿子呢。婆婆一拍大腿，开始各种数落张丽的不是，最后咬牙切齿地表示，只要我同意，她一定要想办法把苏成带到上海来，不能让孙子跟着亲妈学坏了。我问她，苏成来了谁来管呢？婆婆转转眼珠，狡黠一笑，自然是你管，你是他亲伯妈嘛。我摆摆手，亲伯妈毕竟不是亲妈，说多了管少了都不好，人家亲妈也不高兴。
婆婆靠近我，拉着我的手，摆出为我着想的模样。倩倩呐，妈有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早就想和你说了。妈可真是为了你好啊！我点头，示意她说。婆婆立马絮絮叨叨地告诉我，她早就想好了，让我和苏海洋收养苏成，以后苏成就养在我们名下，当我们的儿子。还让我别担心张丽，说苏成从小就和奶奶最亲，一定会听奶奶的话，远离亲妈，以后把我当成亲妈孝顺。见我不作声，他立马又说好话，说这样我就成了儿女双全的人，是最最享福的人。我故意说我们不符合领养政策，婆婆又自作聪明地说，这是她也想好了。把大宝送回乡下，让张丽带着，一举两得。言外之意，我拿个丫头片子换了个儿子，不知道有多划算。我强忍着满心怒气，低声问她：“对我是好事，但人家张丽可是啥好处没有，恐怕不能同意呀。”婆婆一听，我松了口，大喜过望，拍着胸脯和我保证，这是包在她身上。不知道婆婆和张丽是怎么说的，张丽竟然真的隔天带着苏成一起来了上海。我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们母子，找机会避开婆婆。我郑重其事地对张丽说，让她放心把苏成交给我，以后我就是苏成的亲妈。苏成上学结婚，我都管了，不过也希望她不要再联系苏成，免得影响我和苏成培养母子关系。张丽越听越不对劲，问我这话什么意思。我捂着嘴，一脸惊讶地问她：“怎么婆婆没和你说清楚吗？”张丽一脸莫名地表示：“婆婆只说苏成是苏家唯一的男娃，以后在上海读书的事全由我和苏海洋负责，还说以后我们在上海的房子和钱都要留给苏成，别的没说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把婆婆和我昨天的对话录音放给她听，然后看着张丽故意说：“我又不是傻，要不是婆婆答应我苏成以后不认你这个亲妈，认我当妈，我怎么可能同意把财产都留给她？”张丽一听就炸了锅，嘴里骂骂咧咧的就冲了出去。她薅住婆婆的头发就开始厮打：“你个老妖婆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原来是想离间我们母子。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”婆婆一边嚎叫一边躲，但张丽年轻力壮，她哪里躲得开？她大声喊着让我帮忙，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，只是我从没有打架的经验，只会笨手笨脚上前用力抱住婆婆的腰，声嘶力竭地劝他们不要动手。有话好好说，张丽非但不肯听我的劝解，反而趁机狠狠打了婆婆一顿。苏海洋下班回来，见到张丽还很诧异，再看看他妈被打得惨样，直接跳了脚，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吞吞吐吐地说了婆婆的打算，张丽在一旁指着婆婆的鼻子骂个不停，婆婆则捂着青肿的脸，哼哼唧唧哭着说不出话。苏海洋急得连声说我糊涂，怎么能同意这种事？我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，讷讷地说：“我觉得咱妈也是好意，就答应了。”苏海洋一拍桌子：“侄子就是侄子，怎么能变儿子？荒唐！赶紧给张丽和苏成买票，明天就让他们回去。这是以后谁也不准再提，谁再提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送别张丽时，我主动塞给她2000块钱，咱都是给人当儿媳妇的，这事我也是为了顺着老人的意，你别见怪。张丽毫不客气拿过钱，顺便翻我一个白眼：“读书多了真是白瞎，都读傻了，被个蠢老太婆指使得团团转，真是没用。”我淡笑不语，送走张丽母子，我真是长长出了一口气，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轻松一下。这段时间我实在太累了，隔三差五跑医院，老的小的都要我操心，白头发都不知道长出多少根。
但我这口气还没吐完，就接到了爸爸电话，妈妈病了，夜里下楼时没看清楼梯，摔断了腿。这还不是最要紧的，要命的是她去住院时又查出了甲状腺癌。我接到电话时差点崩溃，眼泪都顾不上流，就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去照顾妈妈。我知道苏海洋没时间，也不可能照顾2个孩子，婆婆我更是指望不上。可我要回去照顾我妈，也没精力照顾2个孩子，我只能把大宝托给婆婆，让她记得按时接送。我自己带着小宝直接回了娘家。医院里，妈妈清瘦了不少，她躺在床上，人完全不能动。爸爸还没退休，请了个护工照顾她，但护工也不尽心，一向爱干净的妈妈身上的衣服都脏兮兮的，也没给换。我眼泪没绷住，当场大哭。我问妈妈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好回来照顾她。妈妈摸着我的脸说我瘦了，还说我家里事也多，她不忍心让我来回奔波。说真的，那一刻我特别后悔远嫁。如果嫁在本地，一定每天都可以给妈妈端汤送饭，哪里会让妈妈受这个委屈？我擦干眼泪后开始和医生沟通手术方案。虽然医生一再安慰我说甲状腺癌不危及生命，只要摘除干净，还是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，但我心里还是非常难受。我不过是个普通人，一听到癌这个字，自然是惧怕担心的。我还从没在父母跟前尽过孝心，如果妈妈就这么走了，我一定会恨死自己。等和医生沟通好手术方案出来，苏海洋来了电话，我心里总算有了点安慰。他那么忙，还记得来关心我妈的病情，也算有心。谁知道电话刚接通，那边就传来他急切的大喊声：“老婆，你快回来吧！”我心一阵狂跳，下意识地反问：“怎么了？大宝出什么事了吗？”苏海洋声音急促：“大宝没事，是我妈。我妈今天在家里晕倒了，刚刚我带她去检查，医生说她是冠心病，要尽快支架，不然很危险。”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我赶忙安慰苏海洋别急，然后告诉他我妈现在的情况，说自己回不去，让他请几天假照顾好婆婆和大宝。苏海洋沉默了一会说：“你还是回来吧，家里离不开你。”我微愣，告诉他目前我妈的情况也离不开人。苏海洋脱口而出：“不是还有你爸吗？”我心里一阵刺痛，语气也变得有些冷。苏海洋，这是我亲妈，我没有在她身边尽过一天孝心，现在她生病了，要动手术了，我不可能不管的。苏海洋语气悻悻：“我也没说不让你管呢，大不了你多给点钱，手术费我们全出了呗。”我再也按捺不住：“苏海洋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这是我亲妈呀，她现在摔断腿，还有癌症，我照顾她不是应该的吗？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走呢？”苏海洋急吼吼地说：“那我亲妈呢？你嫁给了我，我亲妈就是你亲妈呀，你就不管了吗？”这句亲妈提醒了我，我立马说：“你给你弟弟他们2口子打电话，我们出钱，让他们过来照顾婆婆。婆婆也是他们俩亲妈。”苏海洋被我堵得说不出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自始至终，苏海洋没有过问一句我妈的病情，我心凉凉的，心里赌气，也就再没主动联系苏海洋。等我妈做好手术，腿也恢复得差不多，已经是3个月以后了。这期间，苏海洋一个电话都没来过，甚至我给大宝打电话，他都从不出现。我安顿好妈妈，带着小宝回了上海。一进门就看到婆婆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赶紧喊妈，小宝也跟着喊奶奶。婆婆用鼻子冷哼一声，没有搭理我们母女。放下行李后，
我赶紧去接大宝放学，看到大宝的一瞬间，我眼泪直接没忍住。我走的时候是8月，当时是大热天，现在都11月了。虽然上海不比北方那么寒冷，但早晚也只有10摄氏度不到，早就该穿厚外套了。我的大宝穿着薄薄的秋装校服，领子半开着，里面是一件短袖 T 恤衫，瘦小的身子在冷中瑟瑟发抖。我大步上前抱住大宝，大宝乖乖地靠在我怀里说：“妈妈，我可想你和妹妹了。”当晚苏海洋没有回家吃饭，我给他电话时，他语气相当不耐地说自己忙。我们3个多月没见面，他竟然这个态度，我有些心寒。第二天，等我醒来时，发现苏海洋昨天睡的客房，我当时心里还有些回暖，以为他是回来太晚，怕吵醒我，是体谅我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要给别人表忠心，再不碰我，才特意分开睡。小宝有点起床气，被我强行拉起来后，哭唧唧的不肯吃早饭，还不等我哄，苏海洋突然大发脾气：“小宝，看到奶奶为什么不问好？”我有些诧异，但还是哄着小宝喊奶奶。小宝哼哼唧唧不肯喊。婆婆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小孩子懂什么？这都是大人挑唆的，故意不喊我这个老太婆，估计是看我这个老太婆不顺眼，想撵我走呢。”苏海洋走上前，对着小宝劈头就是一巴掌。没有礼貌的东西，这一巴掌又狠又重，丝毫没有留情。小宝的脸肉眼可见的整个红肿起来，孩子当场嚎啕大哭。这巴掌挨得简直莫名其妙，才1岁多的孩子懂什么？这不就是故意找茬吗？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安抚好小宝后，忍不住冲出来和苏海洋理论。我妈生病住院几个月，她不闻不问，才1岁的孩子，她下狠手都头就打。我不知道苏海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漠自私、喜怒无常。听到我的质问，苏海洋竟然用漠然的目光扫了我一眼，轻轻吐出一句：“一大早的发什么神经病？”这句话极大地刺激了我本就愤怒的神经，我忍无可忍，冲上去揪住他衣领，让他说清楚。苏海洋却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，用力一推，我一个没站稳，整个人仰头摔倒了地上。这一下摔得我整个人脑子都发懵了。苏海洋却像没看到一样，面不改色地拿着包出了门。我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，咬着牙强撑起身就要去追她。婆婆见状冲了上来，她一手用力拉着我胳膊，一手死命薅着我头发：“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呢吗？海洋还得上班呢，你可不能耽误他正事。你要再撒泼，我可对你不客气了。”那天我第一次和婆婆真正动手打了一架。下午我去接孩子放学，回家后发现婆婆不见了，我以为她出去遛弯了，也就没在意。结果一直到天色大暗，晚饭时间都过了，她也没回。看看外面漆黑的天，我有些怕了，万一因为白天吵架，婆婆想不开，有个3长2短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嘱咐大宝自己在家做作业，然后自己带着小宝开着车去婆婆常去玩的地方去找婆婆，但一直找到晚上10点多，也没找到她。我满心焦急，急得都要快报警了。突然想到我有苏海河的电话，我赶紧打过去问她，婆婆有没有联系过她。苏海河告诉我，说他哥给她打过电话，给婆婆买了今晚的火车票回老家，现在婆婆已经上车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这才带着小宝一身疲惫地回到家。到家时发现苏海洋已经到家了，看着他一脸没事人的样子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冲上前质问他，送走婆婆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？他斜着眼看我，你不是看我妈不顺眼吗？我送走她，
不是正合你意吗？我又气又急，我什么时候看婆婆不顺眼了？她冷哼一声，说：“如果不是看不顺眼，怎么会挑唆小宝不喊奶奶？”我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，孩子一时的任性，怎么就成了我的挑唆了？结果还不等我说什么，她就不耐烦地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别跟个刺猬似的，成天见到谁都要扎两下。这么晚了，赶紧睡吧。”我又冷又饿又气，恨不得大哭一场。小宝小脸通红，跑过来抱着我，哼哼唧唧说：“妈妈，我不舒服。”我赶紧一摸他额头，滚烫，发烧了，估计是刚才我带着他到处找婆婆受了凉。我立马抱起小宝，吩咐苏海洋：“小宝发烧了，你去药箱里找体温计，然后找退热贴，我们先给他物理降温。”苏海洋起身，伸个懒腰：“还不都怪你，你没事抱着孩子出去瞎窜窜，自己惹出来的事你自己处理吧。我明天还要开会，先睡了。”说完，他径直去了客房，看也没看我们娘俩一眼。我多么想和他大吵一架，甚至动手打一场，发泄我心中的闷气，可我不能啊，因为我的小宝还在发烧，还需要我的照顾呢。我忍着泪，给小宝贴上退热贴，找出毛巾，一遍遍开始给他擦身，整整一晚。我不敢合眼，不时给小宝测体温，万一高烧不退，我要随时做好去医院的准备。好在天快亮时，小宝的体温终于稳定下来。我刚要闭眼，苏海洋一脚踢开了房门，气势汹汹地指着我：“王倩，我告诉你，我妈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”我一脸懵地看着他，他理也没理我就出了门。我想了想，又给苏海和打了电话。原来婆婆下火车时不小心被人推搡倒地，摔出了脑震荡，刚下火车就去了当地医院。苏海和在电话里抱怨婆婆拖累了他们，说她和张丽停一天工就要扣一天钱，还问这个钱能不能我和苏海洋补给他们两口子。我无语地挂断了电话。苏海洋回去照顾了婆婆半个月，这期间无论我怎么打电话，她都不肯接。等婆婆好转了，带着她一起又回来了上海。苏海洋回来后，和我几乎一句话都不说，完全就是冷暴力。我试图和他沟通，他语气冰冷，对我全是不满和指责。这样的结果，说到底都是你的问题。如果你不对我妈无理，我妈就不会感觉委屈，不会坚持要回老家，不回老家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。面对这样的说辞，我有深深的无力感。我终于懂了什么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婆婆也变得更加蛮横无理，对着我横挑鼻子竖挑眼，随便一点小事都要和我作对。我每天被她的胡搅蛮缠牵扯了大量的精力，甚至连大宝的学习都顾不上，更别提关注苏海洋。那天闺蜜提醒我说，她前几天碰到苏海洋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两个人样子很亲热，让我自己注意点。当晚，我一直等到12点多，苏海洋才回来。见我坐在客厅，他有些诧异，但同以往一样，完全没有理我，脱下外套就直接就进了卫生间。我从他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恋爱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真的从没查过他手机。我总觉得，我们俩不管发生什么矛盾，他都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毕竟，我们俩有那么多年的感情，微信、短信、通话记录全都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疑点。我心里忐忑不安，不知道是他删干净了，还是他确实没有问题。我随手翻看了他安装的，突然看到一个订酒店的软件。女人的第六感总是很灵的，我一打开，随手选了一个酒店，软件立马弹出来的默认入住人信息，果然是个女人，有身份证号码和姓名，还有手机号码。看证件，
她比我小6岁。我用颤抖的手掏出自己的手机，把信息全部拍了下来。当晚我彻夜未眠，就着床头昏暗的灯光，我反复看着那些信息。我真得觉得无比的委屈。2个孩子吃喝拉撒，我一手全包。公公生病，我全程陪护；婆婆刁难，我忍气吞声。为了全力支持苏海洋的事业，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。我把婚姻和创造美好家庭当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很专注、认真、努力，可他不但没有给我应得的回报，反而给了我重重一击。闺蜜劝我不要着急，先确认这个事是不是真的。她自告奋勇去跟踪苏海洋，我忐忑等待闺蜜消息。闺蜜发来了照片，苏海洋和一个女人并肩一起出了单位，一同上了我们家车。车子最后停在他们单位附近的小区，下车时2个人肆无忌惮地手拉着手，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。其实这个结果我早就知道，但看到照片时，我还是忍不住当场就哭了出来。苏海洋这段日子的冷漠自私和喜怒无常都有了解释，原来不过是他早就不爱我，不想要这个家了。虽然确认了苏海洋出轨，但对于未来的路如何走，我还是很迷茫的。离婚吗？2个女儿还这么小，以后该怎么办？不离婚，这件事就像扎在我肺上的针，哪怕轻轻呼吸都会疼。周末，苏海洋突然提出要带婆婆去体检，大宝懂事地说陪着奶奶一起去。苏海洋神色竟然有些尴尬，他对大宝说：“医院病菌多，带着她去不方便，让她乖乖在家。”我的心突突地跳，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我故意说和闺蜜约好了，要带着大小宝去玩。苏海洋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说：“好好玩，不用着急回来。她和婆婆中午随便在外面对付一口就行。”我借口肚子不舒服，让苏海洋晚一点出门，照顾一会孩子。苏海洋皱着眉头，让我快点。我一进卫生间，立马给闺蜜发信息，让她赶紧开车过来，帮我跟一下苏海洋，看他今天去哪里。闺蜜家离我家不远，只要我能拖住苏海洋10分钟就够了。等我磨磨蹭蹭地从卫生间出来时，苏海洋已经相当不耐烦：“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多事啊？”我心里一酸，人没了感情，连肚子痛都成了多事。等苏海洋出门，我立马把孩子收拾好，带着也出了门。根据闺蜜提供的路线，我开车跟了上去，果然不是去医院的路。车停在外滩一家颇有名的本帮菜酒店门口。这家酒店最大的特色是360度落地窗，所以我一眼就看到了苏海洋和婆婆。苏海洋旁边坐着一个女人，看起来30岁左右，穿着米色的开衫，五官寡淡，样貌寻常，完全不是我想象的什么大美女。婆婆满面笑容，拉着女人的手，亲亲热热地说着话。看样子，他们并不是刚刚认识。女人陪婆婆说话时，整个人靠在苏海洋身上，脸上是遮不住的柔情蜜意。苏海洋一手懒洋洋地翻着菜单，一手在女人肩头不停地摩挲着。那一幕让我觉得恶心又讽刺，我手心开始不停地冒冷汗。闺蜜拉着我的手，不停安慰我。我解开安全带，要下去会一会他们，闺蜜要陪我一起。我后头看看正开心玩闹的2个宝贝，心里一酸。我轻声嘱咐让闺蜜帮我看着孩子，自己起身下了车。我站在门口，对着苏海洋他们3个人拍了很多照片，那动作已经完全不暧昧，是赤裸裸的秀恩爱。以防万一，我把照片全部上传到了云端，又微信给了闺蜜一份备份，之后才深呼吸2口气，
把口袋里的手机打开录音功能，大步走到了苏海洋他们面前。苏海洋看到我时，神情像见了鬼，半天没说出话。婆婆还想掩饰什么，自作聪明的解释说出来，吃饭碰到了苏海洋同事，那个叫张传真的女人倒是颇有城府。她对着我微微一笑，不动声色地离开苏海洋身侧。苏海洋开口前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我脑子中一下跳出我的前半生中的玲玲，我当时只觉得电视剧很夸张，貌不惊人，怎么当小三？如今这场景却让我骤然明白了，原来有心计的小三真的不用靠色上位。我开门见山，直接问苏海洋：“说吧，苟且多久了？”苏海洋一脸恼怒：“王倩，你怎么这么粗俗？说话也太难听了。”我冷笑：“那怎么说？你们呀拼头多久了？你出轨多久了？你对不起我和孩子多久了？”苏海洋彻底恼了：“你要这么说话，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”我抬手就给了他一耳光：“现在是我在问你，你得老实回答，明白了吗？”婆婆见我动手，尖叫一声，上前就要撕扯我。我一闪身，婆婆没抓着我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张传真飞快起身：“阿姨，您没事吧？”苏海洋见他妈摔倒，登时急了，用力推我一把：“王倩，你有病啊！”我闪躲不及，差点被他推倒。他们三个人并排站在一起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才是这个家庭的入侵者。我拉了一把椅子坐定：“苏海洋，这是公共场合，如果你不想明天被拍个视频上传到网上，我建议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。”苏海洋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回家谈。”我忍无可忍，大喊一声：“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吗？还是觉得我好欺负？”周围的人纷纷开始侧目，连服务员也跑过来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苏海洋面红耳赤，一脸无奈地坐下来。我看着他问：“你爱张传真吗？”听到我说这个名字，苏海洋大惊，他有些不知所措，下意识地去看那个女人。女人仿佛没有听到，一心扑在婆婆身上，反复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关心体贴的样子，仿佛是婆婆的亲生女儿。我半真半假吓唬苏海洋：“你不用想着隐瞒，如果我没证据，今天也不会过来。你要好好说清楚呢，我说不定想通了就成全你们呢。”苏海洋脸上竟然一喜，他高兴地反问：“真的吗？”那抹笑容和下意识的反问深深刺痛了我。从对话中，我得知张传真确实是他同事，他们是财务报销认识的。据他说，张传真性格温柔体贴，每次都主动帮他贴好发票。他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婆婆住院，当时苏海洋一个人照顾大宝和婆婆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张传真细心，发现她脸色不好，很关心她。得知她的情况后，更是主动提出替老公照顾婆婆。一来二去，苏海洋就被张传真打动了。我心下无限悲凉。我辛辛苦苦照顾了孩子和公婆好几年，她毫无感觉，人家照顾几天她就感激涕零，以身相许，抬手擦擦眼角的泪。我决然起身告诉她，晚上回家谈离婚的条件。苏海洋喜不自禁，竟然当场就和张传真拥抱在了一起。我气急反笑，对着张传真说：“友情提醒你呀，你身旁这位老阿姨自私霸道又恶毒，如果你不高高的要彩礼，她拿你不当人看呢。哦，对了，你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惊醒点，她一不高兴还会放火杀人呢。”说完，不等婆婆有反应，我又扭头对着婆婆灿然一笑，看这位张女士的手段，恐怕比我有心眼多了。恭喜婆婆找到棋逢对手的儿媳妇。最后转身前，我对着苏海洋一字一顿说：“
我衷心祝福你，日后的每一天都水深火热。我知道这样没风度，可我为什么要风度？我就是要给他们添堵。我自己都怄成这样了，还不能出口气吗？当晚，我把拟好的离婚协议书甩给苏海洋。苏海洋脸色阴沉，断然拒绝。王倩，你也太狠了，我凭什么净身出户？法律也没规定过错方要净身出户啊。我懒得和他废话，直接把白天的录音和之前拍的照片全部放出来。苏海洋脸色涨红，骂我故意设圈套害他，还喋喋不休地说我们之间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怪我。如果我能像张传真那样孝顺他妈，对他妈好，他不可能和我离婚。我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演，一言不发。很快，他口气又一转：“你去我们单位告我吧，大不了也就是被降职批评，该我的财产总还是不会少。”我冷哼：“我不会去你们单位的。我知道你们院长会包庇你，不过我听说你最近2个新项目在审核，我呢是准备把资料给审核小组，让人家看看你这种人品道德败坏的人，是不是适合拿国家项目基金？”苏海洋跳了起来：“现在是什么社会了？谁还会看私德那一套？项目组审核的是个人能力和项目前景，你不要白费心思了。”我淡淡的看他一眼：“既然项目审核不看私德，那你怎么这副狗急跳墙的样子？人品不行的人，做什么都偷鸡摸狗。我呀，是想让项目组好好查查，你有没有在项目上做手脚，骗国家钱呢？”苏海洋脸色发青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好半天，他才一脸大义凛然地说了句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你不要影响所里正常的工作，我不能因为个人问题影响研究院的整体项目进度。”我懒得听他这些冠冕堂皇的废话，直接把笔扔给他，催他赶紧签字。他却转着眼珠说让我也要签一份协议书。我狐疑地看他，他转身回房，半小时之后出来交给我一份打印的协议。我看后都要笑了。协议上说我拿到财产后，不能把他的个人事情到处宣扬，否则他有权要求财产重新分割。这可真是此地无银300两。我不知道他是蠢呢，还是真蠢呢。这份协议直接印证了他自己的心虚和无耻，但又毫无法律效力，所以我爽快签了字。除了财产，关于孩子，我们没有异议。2个女儿苏海洋一个也不要，我则一个也不舍得。离婚手续办妥的第2天，苏海洋就带着婆婆搬了出去。我也动作迅速地把自住房产挂了出去，价格比市场低30万，要求就一条：全款购买，不接受买家贷款。因为我时间紧张，晚了我担心项目审核小组走了。那天我用苏海洋电脑查资料时，偶然发现，难怪他那么笃定自己再做2个项目就可以升职副院长。原来他和院长勾结在一起，做假的项目立项，为的是骗取项目基金。他们俩沆瀣一气，所以苏海洋才有恃无恐，不怕我去所里闹。而且他太过自信，认为以后他贪的钱会比现在多得多，所以才愿意放手现在的财产。他们的整个计划都在他电脑里，我当时就全部复制了出来。我要等着房子卖掉，带着女儿们回到老家后，才把资料发给项目审核组。否则按照钱婆婆的德行，我怕她打上门，伤害我和2个女儿。房子卖得很顺利，毕竟比市场价便宜几十万。买家是个爽快人，1周不到就把钱凑齐了。我也痛快地把所有家具、家电都留给了对方，带着2个孩子快速回了老家。回到老家后，我第一时间实名举报了苏海洋和他的项目，然后把相关资料全部寄给了项目组。
项目组拿到资料后，很快展开了调查。苏海洋和他那个院长一起被抓了。买家找过我一次，说一个老太太上门哭天喊地的要找我。我和买家道了歉，说那是逼着我离婚的钱婆婆，不用搭理她。买家一听，毫不犹豫报了警驱赶钱婆婆。苏海河给我打电话时，我很意外，他电话里亲亲热热地喊我嫂子，说他哥被抓了，他妈心脏病手术没钱，希望我能帮一把。我冷冷回答他没钱。苏海河一听，立马变了口气，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出钱，他就不给他妈手术，到时候他妈死了，我也有责任。这种道德绑架要是放在以前的我身上，还真的会管用，但现在的我一句话没说，直接把他电话拉黑了。我始终相信，这世间善恶有报，有时候不是不报，只是时机未到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